朋友们好，欢迎回到听墨轩这个频道。我们今天来分析一下玄秘塔碑里边的这个白昼的昼字。这个字的结构呢，还是很有代表性。它是一个典型的多横向这个笔画的这么一个字，而且它是上下结构，上下两部分基本上属于对半平分。首先，我们先写上半部分，顿笔，然后往回写。注意这个时候这个笔一定要适当的往回收一点。这个折的竖有一个往回收的一个角度，但是也不能收得过大，收得过大就会影响下一步这里边的这个写字的空间了。第二横，这是一个长横，这个呢，这一笔决定了整个字的宽度。接下来这一笔竖，这个很重要，因为在这个字里边，只有这么一笔是一个竖向，而且呢，它是位于字结构的正中间，所以一定要把它写正。现在我们看这个上半部分，这个呢，其实很多字都是有这种写法，比如说书啊，还有画，还有这个进啊等这些字上面都是这个状态，所以我们掌握了这个基本的写法，就可以练习其他的字相关的一些。下半部分是一个旦，那么这个字也是占了一半的这个比例。第一笔是一个反笔入手，顺笔往回收。这笔收的角度可以比上面这笔更斜一点。中间这个我们可以把它叫做一个日，那么它要写的比较扁，这样为后边一笔留出空间来。同时呢，它是一个倒喇叭口这么一个结构，所以我们写的时候这两边的角度也要处理好。我们看，这是一个典型的多横向笔画的这么一个字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有8笔都是这样横向的笔画。那我们看这个字的特点，这些横向笔画基本上属于一个大致平行的一个状态，而且每个笔画之间的距离基本上是一个等分的，所以这个就能保证我们字整个结构是比较稳定的。另外呢，在这些笔里边有个别的笔可能它有一些稍微的一些变化，比如这个中间这一笔，它可能它的倾斜的角度稍微比别的稍微高一点，但是不影响。但是这种主笔，这种最长的这种笔，不要进行这种角度的变化。这就是一个多横画笔这种字的一个主要处理的一个特点。另外，在这个字里边，这个中间这个日字也很重要，那么它两边是往里边收的，但是还要同时确保中间这个竖能够穿过它这个日的这个中间，保证这个字的中心这种位置。接下来我们看几个日常练习的时候经常会遇到的一个问题。第一个呢，就是这个横折往里收的角度处理不好。如果这笔往里收的过多，就会导致和里边的笔画之间的空间
就非常的拥挤，甚至有可能和中间的数产生这个笔画交接的地方。那如果这一笔没有往回收，或者收的角度很少，那么这个时候这个字呢就会看着比较僵硬。另外呢，从重心上来讲，可能会导致这个字整体的重心出现问题。第二个问题呢，就是说这8个横向的笔画之间的距离，如果不处理好，也会导致整个结构的一个问题。比如说，我们看这个字上边部分几个横向的笔画距离比较近，那么下边呢就显得非常的空荡，这样整个字的结构不是很均衡。如果上边每个横画之间的距离比较远，就会挤占下半部分的这个空间，导致下边呢就非常局促，这个字有点头大身小的这种感觉。那第3个点呢，就是关于下边这个日，它两边这两竖的这个收口，这个角度也是挺难控制的一个地方。如果这两竖不往里收，而是采取这种比较直的这种处理方法，那我们看这个字写出来以后，就会感觉它的下半部分非常的臃肿，字整体比上边的部分要宽出很多，这也是导致这个结构不是很美观。